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一种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休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先泡过温泉之后，再去做饭吧。刚好我也不饿。哦，对了，你脚踝的伤千万要记得涂药，我已经交给百灵了。雨墨，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啊？我们有没有见过？难道你不记得吗？我都不知道我从何而来，我也不知有没有父母跟亲人。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的到了凡间，到了梨园，又去了花影山林，阴差阳错的到了这里。我时常恍惚，我总觉得我们两个好像很久之前就认识了。也许我们以前就认识呢，说不定为了你，经历了生死，轰轰烈烈，到最后，我们之间还是有始无终的。于是，你这辈子变成了我的小妾，日日被我使唤、欺负。也许，你就是来还以前的债的。严旦誓死追随主公，京中鲍鱼，花脑涂地，还望主公一定相信严旦的一片忠心。如今花精族都在野兰山上避难，整个山境当中妖蛮为患。我想我们是不是……我知你下山心切，明日我们便启程。我既为万妖之主，想通过此次出行，一探凡间万妖百态，顺道看一下有无恶妖抹坏我们妖族的名声，顺便惩戒。不太平之地，多生五毒六旺。我已经做好功课了，第一站我来安排。希望这一次不虚此行，收获万千故事。等旅途结束的时候，我可以写出一出好戏。真是羡慕鱼女姐姐啊，只有她们欺负鱼的份儿，不像那条挑嘴鱼，一大早我就要采花露泡茶。别动！别乱动！老实点！别动！呀！一个个长得如此这般，还在这儿打什么鱼呀？回去跟我享福去吧。走。停！您看我姿色怎么样啊？我也想去跟您享清福，您看我行不行啊？我行。请稍微保持一点距离，谢谢。如此浊臭的妖气，定是个欺男霸女之辈。
哎呀，哎呀，真好！多大了？叫什么呀？小奴名叫白漂亮，上个月刚满16。哦，哎呀，28青春好年华呀！哎，正合我的口味。你这色欲缠身的丑陋模样，不就是六望中的色臣？这趟我真是来对了。啊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兰溪镇鼎鼎大名的周善人。听闻您呢，经常接济穷人家的孩子，把他们的女儿强行纳为姬妾，关在这府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在我看来，您根本不像个恶霸，反倒像一个大好人呢。好，说得好。哎呀，这个姑娘十分有趣啊，说的我这浑身上下，我这舒坦。既然知道我是谁，恐怕知道我要干什么啊！好好的从了我，听话啊！你知道，不听话的话，我有很多种办法让你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，是吧？大善人，啊！刚刚您笑的时候，我看到您后槽牙有条蛀虫。姐姐们快跑吧，老爷生病了，让我好好的治一治他。哇，妖气这么重，我还以为是何方神兽，原来是一只癞蛤蟆。哎，就您这副尊容，不好好在水里待着，非跑出来祸害漂亮姑娘，臭不要脸！你是捉妖师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你才捉妖师呢，你全家都是捉妖师。我是你姑奶奶，刚才赏你的是狐族特制的显影丸，这你都不知道，你有没有点当妖的常识啊？竟敢戏弄我，你死定了！妖力这么强，原来是只陈年老蛤蟆。你既然是妖，为什么没有妖气？我厉害呗。你也挺厉害的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这凡人我已经吃腻了，吃点妖元换换口味。这可是你自己找上门的。蛤蟆大哥，是小的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没有想到您的修为这么高，真是威震一方的大妖啊！哎，我刚才一时糊涂，冒犯了您。这样吧，我愿意献出我的妖元给您，我心甘情愿。那就用行动证明。大哥，您别客气。好，那咱们就击掌为盟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蛤蟆哥，这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，这真不合适。哎呦！于墨，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。你给我来信说你要日行一善，这就是你要行的善。哎呀，你是什么东西，坏我的好事儿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竟然这么跟我们山主大人说话，信不信我们山主大人把你烤成蛤蟆干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烧他？嗨，咱们认识这么久了，我看到你一根头发丝，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去！哎，于墨，这个蛤蟆作恶多端，猥琐至极，快灭了他！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倒要看看你俩几斤几两！哦，臭蛤蟆、癞蛤蟆，还想占我便宜啊！呸！恭喜山主大人又为凡间除掉了一个恶妖，
解救方圆几百里的美人于水火当中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好像一回来就不高兴。你那脸本来就长，拉着个脸更长了。你不是说了吗？你看头发丝都能想到我要说什么。莫非还在介意我独闯蛤蟆窝的事儿？你说说你，连一个肥蛤蟆精你都治不了，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呀？那这么说，你是想逃跑？不是啊，那要不然你就是不想服侍我？没有。那我明白了，你嫌自己命太长了。我当时完全是事急从权嘛，而且我知道你就在附近，什么恶妖不是你三拳两脚就能打败的呀？我就狗仗人势，不对，狐假虎威了一下。那如果我不去呢？你还真做他的小妾啊？我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就没见过你跟我用这么魅惑的招？天地良心，连亲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，我怎么会看上那丑八怪啊？而且我知道你肯定会来救我的嘛。我当时只是想了一种办法拖延时间。办法有很多种，没有必要非用那种嘛。我自然是想到什么就用什么了。虽然美人计老土了一些，但是很适合我嘛，而且百试百灵喽。别跟我提美人计。哎呀，怎么还生气了？这鱼今天到底抽什么风呢？于墨好歹是我的衣食父母，他要是生气了，我也没好果子吃。希望这个白鱼膏可以让他消气吧。给我拿来！我这钱是留给孙子买米的，我求求你们行为什么会拿来吧你？走开！松开！有手有脚在这欺负老人家，爹娘没教你们吗？也罢，我求求今日便让我教教你们。老吾老，以及人之老。幼吾幼，以及人之幼。老吾老，幼吾幼。妖气消失了，难道被别人抢先了？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白漂亮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千里扶摇阵。哎呦！二位大哥，这是我刚刚捡的银子，是你们丢的吗？哎，是我们的，是我们。扔过来吧。我刚才崴了脚，不方便过去。你看，要不然你们过来取啊。此阵虽然凶险，但遇凡人就会自动收阵。这是哪路大神啊？用这么狠的阵法收我？还是这么爱耍小聪明。这位大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这里跑过？你才大姐，不过这声音好像在哪儿听过。梅小姐，梅小姐。麻烦你一下，这个糕点怎么卖？5文钱一块，5文钱。
哎。小伙子，我收钱，不收葫芦。收你啊，白漂亮。果然是你！你这小人，竟然用定身符来羞辱我！这个糕点呢，味道确实不错。不过呢，我还真有点饿了，还想再陪你玩一会儿呢，但时间不允许了。我已经打扮成这样了，你怎么认出我的？走犯行商呢，一双眼，识尽天下，最是精明不过。而你呢，连头都不敢抬，这戏如何做得真呢？你扮成一个妇人，但你的发色却漆黑莹润，你这双手也不像是劳作过的，太假了。竟然毁再生的太美，那我就当你在夸我喽。这最重要的是，在花影山林中啊，你骗过我一次，就不可能再有下一次了。唐天师，您看，您对我有成见吗？我方才明明是在行侠仗义，真的。我从那个地痞流氓的手中把那个老奶奶解救出来了，我做好事也要被抓吗？再说了，你说这3界4海当中，我们2个能遇到2次，那一定是特别的缘分，你说对不对？非常对，说的没错。哎，不过呢，就是猫捉耗子的缘分。死捉妖师！就凭你这点本事，你最好不要白费力气。对，我是没本事，你要打就打，要杀就杀，你把我关在这儿算什么英雄好汉啊？你们捉妖师就这么点本事吗？讲不讲道理啊？道理是和人讲的。哎，别把我关在里面啊！不是你这真是的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唐天师，我不过就是一朵可爱的小莲花，无辜又无害的。您说您拿这个法器对付我多浪费啊！我还占地儿，万一您以后遇到恶妖的话，您都没地儿收它了，对吧？方便，我方便的很。等我把你炼成丹药之后，其他的妖自然能住进来了。你放心，我很有经验的，会让你死得很安详。别人就算了，他和我结过梁子，不会真的弄死我吧？方才一路只顾逃跑，没留下记号，雨墨指望不上了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唉，现在终于知道人善被人欺，老鼠遇到猫是什么感觉了。唉，这种身陷囹圄、举目无依的戏本，我终于知道怎么写了，可是就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了。唉。严丹，严丹，严丹。莲青去去就回，主公静候宵夜。还算你有点良心，良心里还有我这个主公。
您下次再来，慢走啊。哟，两位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哟，客官，您里边请。您吃点什么？这全兰溪镇啊，最好吃的点心都在本店的后厨。最好吃的点心？哎，哦，我不是来吃饭的，有件事情我想向你打听一下。客官，您有所不知，我们店的说书先生啊，是这方圆100里的最有名的包打听。但是我们店有个规矩，这凡是问问题的，都得先买一碟点心，再在纸条上写上您的问题，由我给先生传达过去。够吗？够。客官，您里边请。于老二的姐姐大骂李剑仙，明知道那地方招恶鬼，凡是去过的人，全都有去无回。为什么还要骗我兄弟去寻那老石子的宝贝呢？请问先生所说之地是在何处啊？哎，等一下，这位客官也有话要问。今日只剩这最后一碟点心了，二位谁问？公子，我与妻子走散，急需寻找线索，不知此糕点可否让与我用？雨墨，是你吗？有没有人啊？天师私求美貌少女来！兄台先请，我无要事，只是随便问问。谢公子。雨墨，哎呀，这个傻蛋能不能听到我说话？别叫了，你的声音只有我能听得到。再吵的话，今天晚上就拿你去炼丹。严旦昨夜果然来这儿买了点心，那么便是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什么。先生说这个问题配不上您的银子。不必了，此线索比他重要的多。此糕点便留给公子享用。明明是百灵约我来赴约的，为何出现的是你？他没说是我邀请你的吗？这个百灵，我看啊，于墨一走，他的心也跟着一起飞走了。那好，那紫林山主因何事无故献殷勤啊？耶兰山与三尾雪湖已经达成了100年修好的盟约，你堂堂公主来山中做客，我刚好又是山主，你是我们的贵客，自然要盛情款待才是。你把眼睛闭上，我给你个惊喜。不必了。这个呀，叫做叫花鸡。这个呢，是凡间的美味。我听说你们狐狸啊，都爱吃鸡，是吧？这道菜啊，我可是从严旦的话本里偷学来的，本山主亲手做的，你要不要尝尝？哎，等等啊，来，尝尝。怎么样？一个般嘛。哦，我们三尾雪湖从来不欠人情。今日谢谢你的妻，你要是喜欢什么，明日我去给你买啊。
和我不用算得这么清。对了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这次可得把眼睛闭上了。好。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是水族进贡的宝贝，这可是在深海里的千年淤泥，对女子有美容之效。什么泥都不行，我不要。还说百年修好呢，结果公主带头违约。我是我，狐族是狐族，盟约是云墨山主跟我爹签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再说我俩要是有仇，当然是有仇必报了。未经我允许，什么泥都不能抹我脸上。这个是女子用的。你跑什么跑啊？哎，这个是给女子用的，我怎么能糟践呢？你站住！你没事吧？小心！我扶你起来。谢谢。什么人竟然在树上藏鱼？这个是我的私房钱。私房钱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之前严旦跟我说，云墨山主的真身是鱼，所以不允许身边的人吃鱼虾。好你个紫菱山主，你竟然吃毒食，而且害我差点被砸中的原来是你啊！此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了。这事你可千万不能跟别人说啊，尤其是百灵，他那个大嘴巴，转头就告诉雨墨了。那好，那我帮你保守秘密，但是你能给我什么好处啊？好处？那这样吧，我的私房钱分你半。我们雪狐不吃鱼虾的。那我就每天给你做叫花鸡，给你做一辈子。想得美，谁要跟你一辈子了？那你说要怎么样？我言听计从。紫菱山主，紫菱山主，云墨山主传信回来，让我们过去帮忙。严旦失踪了。什么？下一站是青石镇吗？凡神器所在之处，皆生异象。为这句话，我跑了多少地方，多少次无功而返。此行下山，就是要游历四方，历练术法。追寻之途，有果无果，岂可降妖除魔，并非一无所获。云墨在找我，说明我还有救。严旦，你不能自暴自弃，你要在唐州的淫威下努力地活下去，在红尘路记一出绝处逢生的好戏。白漂亮。哎，唐天师，唐天师，你有吩咐啊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确认一下你的死活。没事就好，能得到您的电解是我的福分啊。这么乖啊？是把骂我的话都藏在心里了吧？你很有自知之明嘛，要不是为了套近乎，谁理你？唉，唐天师，您看啊，您这走南闯北的就一个人，也没人陪您聊天，是不是平时很闷啊？怎么了？你是想套近乎？顺便呢，劝我留你作伴是吧？哎，你就这么讨厌我们妖吗？不是讨厌，是痛恨。可
可是不是所有的妖都是恶妖的。或许是吧，只是我没有见过。我呀，你一共见过我2次，你有见过我做过一丁点的坏事吗？伶牙俐齿、蓄意诓骗，不算是作恶吗？这当然不算了，我是为了救我们花精族。我们花精族世世代代隐居在花影山林当中，跟凡人没有什么差别。若不是你闯入的话，这一辈子都见不着凡人，更别提害他们了。就算他们没有作恶，并不代表将来就不会。师门有训，妖性本恶，不可转移。从前呢，我看一只白蛇精可怜，将它从收妖瓶里放了出来。哼，可结果，它出来第一件事就是反咬我。哎，道理不是这么讲的，你不能因为一只恶妖否定我们所有的妖吧？我虽然没有怎么见过你们凡人，可是我读过不少史书，什么战火不休、奸恶横行，死于同类之手的凡人如过江之鲫一般。按照你这么说的话，人性更恐怖。你为什么捉妖之前不先捉你们人啊？你是个话痨是不是？聒噪！你问了这么多问题，说了这么多，无非就想说服我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最好打消这个念头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每天我只限你问我3个问题，回不回答就看我的心情了。多问1句，立马拿你去炼丹。不是，道理不是这么讲的，是不是？你这里黑漆漆的，我也分不清楚什么时候天亮，什么天黑啊！我怎么知道是不是度过一天了？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，过时不候。哎，小人。好了，今日的问题已经问完了。哎呀！法力还未散尽，有人使用了千里伏妖阵。颜丹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又把你弄丢了。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昨夜，我已踏遍全城，只发现了3个已开启的捉妖法阵，却无捉妖师的踪迹。只怕颜旦现象已经不在兰溪镇了。我们一收到消息，就通知了山境的所有人。狐族、羽族、狼族势力最广。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找到颜旦的。可是颜旦身上没有妖气，平常追踪法术对他来说并无用处。想要找他，必须要找到捉妖师。我和紫菱带水族和狐族，在兰溪镇的周围，一一排查所有的捉妖师。凡间所有门派，唯凌霄派马首是瞻。此派虽然距离我们路途遥远，但是不要放过任何线索。我会让羽族前去打探的。还是派狼族前往吧。凌霄派法力高强，羽族可以打探那些小门小派，以方便我们有任何消息可以第一时间收到。大家还是赶快行动吧。颜旦虽然足够机敏，但是法力不强，晚一日找到他，他便多一分危险。是。唐天师，唐天师，舟车劳顿一天了，是不是累了？要不要把我放出去，给您捶捶腿，捏捏肩啊？不必，你安静的待着比什么都强。我知道，您嫌我唠叨，我已经竭尽我的全力，一天都没有说话了。但是我爱说话也不是件坏事啊。我听闻您刚刚到青石镇，要去找娘娘木，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时候我就能派上用场了。您看我这么爱说话，您把我放出去，鞍前马后的全给您打听好了，您根本不用自己操心，您觉得行吗？你就那么想出来？我知道，您去娘娘木一定是去降妖伏魔、救世济困的，是不是？您这样的侠义之心，连我作为一只妖都万分的崇敬。若是您把我放出去，与您一起分担，那乃是我的荣幸。若是不行的话，也没关系。但是，可不可以先把我放出去，让我透口气呀？确定想出来吗？确定。好。
我什么我呀？小流氓，想让朕吃了你！不是你自己说要出来透气的吗？我是个女子，好吧，你也不能让我看你洗澡啊，流氓！我答应让你出来透口气，你这么快就想回去了？别动怒，别动我！是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在花影山林的时候是我骗了你，现在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要是你啊，就乖乖的把嘴给闭上，这样还能多活几天。聒噪！你这个小人！唐州真小人，小人。唐州这个小人，还让不让人睡觉了？哎，这得是金的吧？得值不少银子。那可不，我看这东西珠光宝气的，里边说不准有什么宝贝。对，打开看看。一定是我平日做善事做多了，老天爷都不忍让我受苦了，派人来帮我了。打开！你倒是快点儿，万一那人醒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你急什么？反正走之前要把他做掉，醒了就直接杀了不就得了？那倒也是。我终于出来了！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跟刚刚那声嗷明明是可爱比较多一些嘛，竟然跑得如此快。原来是蒙汗药。没想到这个小人法术这么高超，却这么不谙世事。哎呀，你折磨了我这么久，可我呢，却不小心救下了你的性命，真是个天大的误会啊！但我怎么能以德报怨呢？哎呀，这白净的脸蛋儿，若是印上我的手指印，那应该更顺眼了。白漂亮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你醒啦？我看你脸上有一只蚊子，我想帮你扇蚊子来着。你手抬这么高，我还以为你要打我耳光呢。瞧您说的，怎么可能啊？我怎么可能是那样的人呢？屁股起来。哎，这个区蒙汗药，当真以为对我有用啊？好，那看样子您早醒了哈。你早醒了，你干嘛不早点起来呀？你就任由他们这样偷东西啊？本来呢是想起来的，但转念一想，不如看着你顶着天大的误会对我以德报怨啊。你是不知道，这两个贼在客栈里谋财害命的啊！现在回想起来都凶险得很啊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就这么意外的能救下您的性命，很荣幸啊！可是他们伤不了我。哎，可别这么说，作奸犯科之人，他们隐藏的本事可多了。要不是刚才我吓跑他们，真的挺凶险的。不过救命之恩你就不用回报我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再也不想回那葫芦里了。那个葫芦里面又黑又小的，若让我回去的话，我宁愿自尽。也罢，你呢没有坐视他们伤我，尚有教化的可能。哎，那个放你出来是可以的啊，但是呢，你得每天跟在我的身边。我也想去试试那个。试什么？也没有什么。哎，对了，你最擅长的不是打探消息吗？是啊。那你得给我展示展示你的真本事啊！
能为唐天师肝脑涂地，我在所不辞。很好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好吃啊，好好吃啊！好，来，你能想象吗？哎，就那桌，那仨高矮胖瘦，居然是亲兄弟了。说正事，打听出来什么了？哦，还真打听出来了。说这青石镇的密林里确实有古墓，叫做娘娘墓。传闻呢，是前朝亡国之时，君主带着自己心爱的贵妃，还有尽数的金银财宝，在死士的护送下逃了出来。直到逃到了青石镇的时候，是穷途末路。而那个时候，死士只能护人，护不到金银财宝了。于是，这个君主便想到了一个丧尽天良的法子。贵妃被君主杀了。不仅如此，这个君主建好墓穴之后，为了让这个贵妃变成厉鬼，可以保护这些金银财宝，他用了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，将这位贵妃给杀害了。于是，这么多年来，一直有贪婪之人试图盗宝，皆是有去无回。世间本无鬼，多数妖物都是借恶鬼之名来作乱。那这么听下来，那个妖怪厉害得很啊！看他神色，是打定主意要去娘娘墓。我本该借探路之名溜走，可那墓中故事实在精彩，若能有些了悟，倒不妨舍命陪小人一回喽。小姐，尝尝这个，来，放这儿了啊。哎，白漂亮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哦，我听你们在讨论娘娘墓的事情，想凑个热闹嘛。再说了，人越多胜算越大。来，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的朋友唐周。这是骑虎大哥、骑牛大哥、骑豹大哥，这是……这两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两位是江湖闻名的秦明阳大侠、镜湖绵女侠。娘娘墓危机重重，历代下墓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要结伴而行。我们也是刚认识，我们一起商讨着一会儿下墓的时候，如果能够互相有个照应，这不你们来了，一起吧。好说好说。此地阴邪之气甚重，是应该相互照应。没错。可这墓碑上连一个字都没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舍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抔秋月容，只
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，迎上我下，转眼就山海无路万行舟。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灯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。去到人间锦绣好时候，肝胆再开人厮守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休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藏宝之处，不愿昭告天下也不奇怪。这墓碑有点东西啊。这好像可以擦掉的。立功了，立功了！我的生机又添了一分。发我丘者诛。哎，这都说不听前人言，吃亏在眼前。哥儿几个，要不然咱们就听这墓主的话吧，咱别进去了。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。木门通向鬼门关，扰我梦者五谷还。不过都是些唬人的话罢了。若真是有鬼，我们几人联手，何愁不斩于刀下？还是莫要耽误时间了，大家快寻找入口吧。凡人怕也就算了，你至于吗？大鱼吃小鱼，小妖怕大妖，这人之常情嘛。再说了，我根本就没有怕，我只是怕你像上次那样遭人暗算，到时候还得我站出来保护你。行，那不如从现在开始保护吧。哎，
你就不是那个，你走前面。嘿，白漂亮，你不用担心。原来以为这墓里会有很多机关，你看，我们不是顺顺利利的进来了吗？外面的盗洞挖得比路都宽，什么机关陷阱，早就被以前的人给破了，不用担心啊。那照你这样说，之前进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活着出去的。哎呀，这次有我们在，你就放心吧，赶紧走吧。各位，这边。安全。哇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些石像是照着贵妃娘娘刻的吗？好漂亮啊，是不是啊？二哥，二弟三弟，别动！他们这是怎么了？这里似乎有一股极阴邪的气息，看来是某种阵法。你待在这里别动，我过去看一看。来了这么多小贼，你是生得最好看的那一个。你是墓主，是如何，不是又如何？是是非非，万般皆空。情是假的，爱是假的，只有恨才是真的。你恨杀了你的君王。我早就把他忘了。现在，谁抢我的东西，我就恨谁。别动！别回头！我果然没猜错，你肯定掉进某种法阵当中了。你刚刚在石像前站了一会儿，然后就突然发疯，其他人也发疯。那个金女侠差点刺伤了你，你也差点刺伤了她。它是传说中的错魂阵，跌入其中，掩耳不变，40相跌，不死不休。我看到的都是过去和此刻跌进阵法的人，我们一直在自相残杀。此阵乱人性质，对妖来说确实没有用，所以你才没有中招。啊，对啊，看见我被困，你居然没有逃跑。那当然了，我可不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，我很仗义的，好吧？始乱终弃，怎么能这么用呢？哦，你怎么知道蒙着眼可以救我？我刚刚看那个骑虎被青牛刺伤了眼睛，突然就不发疯了，我便赌了一把，没想到是真的。这回我可救了你的命啊，不许再抵赖了。这个法阵应该是通过石像的眼睛发动，只要你盯着他的眼睛看，就会被控制。
反而你闭上了眼睛才能走得出去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怎么走啊？这些石像动来动去的，现在路全都变了，而且这个墓室是个圆的，处处都一样。刚刚跟我们那些人已经不见好一会儿了。怕是有人在错魂阵上叠加了幻影术。那怎么办？好歹你用手挡着我的眼睛。用手挡你？你直接闭上眼睛不得了吗？你闭上眼睛，我拉着你，咱俩冲出去。怎么这么多废话？走。哎，小心！哎，哇，我们居然转出来了！哎，睁眼，可以了，我们转出来了，你看，我是不是很厉害？哈。我这是被过河拆桥了吗？哎，嘿，哎，说话！什么声音？这不是齐明阳吗？他中错魂阵太深，也是无救，注定癫狂之死。倒不如给他来个痛快。等等，让我来试试，或许有救。怎么样？我厉害吧？以前是我小看你了，没想到你还真有点小本事。当然了，我说过我可以保护你，就算你跟他一样迷了魂，我照样可以救你。张口就咒我，看来又想进去了。哦，不是，你知道我这个人呢，我一得意就爱忘形嘛，理解一下，理解一下。哎，你走了，他怎么办？不是说你要救他吗？你先在这儿等会儿我们，等我们找到出口以后再回来救你，坚持住啊！哇，怎么又有这个贵妃啊？哎，你别看了，这没准又是什么法阵呢。已经看完了，确实有阵法。啊？站远一点。八卦图，奇门之术，流传了很久了。此乃艮离之卦。艮离之卦，生门居北，死门于坤，没准这墓的出口是在生门之后，怎么回事？这哪儿啊？手，摸够了没有？抱歉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哎，你干嘛？蝙蝠，爬够了没？蝙蝠已经走了。
你看，这有块墓碑。帝王无情，贵妃何辜？吾等奉命修建此墓，自知罪孽深重，留此生门，盼贵妃之灵，可经此逃出升天，免受镇压之苦，早登极乐。之前墓碑所说的“生为死之门，死为生之所”，也就是说，生门背后是死境，死门背后才有一线生机。此处有蝙蝠栖息，可见一定有出路。这个启明阳，装疯害人，想独吞宝藏，谁知道还救了我们，真是命运弄人啊，是不是？往年耗费灵力救他，要救人，人却害人，这世道和我想的不太一样。那你本来想象的是什么样的？哎，咱们要不上去救他们吧？这个秦明阳死有余辜，死就死了，可是其他的人是无辜的。走吧。哎，唐天师，您英勇无敌，破法阵如拈花般简单，一人阻挡万妖，而我实在没什么本事，不如这样，我就在这里等着你，凯旋，如何？你放心，我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这段时日我一直被关在葫芦里面，我腰力不济。再说了，这个甬道也太长了，我根本就飞不上去嘛。无妨，抓紧我即可。这不合适，这不合适。你说的也挺有道理。带着你一个人的确不合适，那就进葫芦里吧。什么都不说了，是兄弟，一起走。救救我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好像老了几十岁的样子啊？他吸走了我的命。什么？一命千秋，莫非是七曜神域？是不是有人夺走了你的寿数？寿数天定，还能抢夺？他可是带了什么法器？他用什么？怎么回事？死了？一说到关键时刻，怎么就死了呢？你说完再死好不好，大哥？速速离开，走吧。宇恒是凡界最强的捉妖天师之一，一直隐居东海。前段时间收到线报，他曾途经兰溪镇捉妖，但是并无确凿证据证明他捉的是颜丹。他的丹房外，皆是凶险万分的捉妖法阵。你真的想清楚了，要一个人硬闯？更何况你看看这里，东海地界，你要是被龙族的人发现了，那怎么办？只要有能找到颜丹的一丝可能性，无论是刀山火海，还是黄泉碧落，我也一定要抓。
什么妖，竟有如此的法力？你真幸运，这里面不是他，否则今日的教训绝没有这么简单。夏目的人，除了这个秦明阳，全都不见了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而且他那个寿书是谁取走的？难道真的是贵妃？贵妃冤魂，不过是阵法所化，屋中已无宝藏，传说却愈演愈烈。只有一个可能，有人在装神弄鬼。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鸟多人就多，跟着鸟来，果然有人。他说的没错。姑娘，这很危险的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他说，是谁啊？嘘，他是我娘亲。他还说木门通向鬼门关，你们千万不要打扰他睡觉啊！小姐，你怎么又到这个地方来了？啊，这是我们家小姐，从小生病，坏了脑子，成日里疯疯癫癫的，爱说胡话，二位莫怪啊。这里乃是荒郊野岭，你家小姐为何会跑到这里来？二位有所不知，我们沈府呢离此地很近，最近啊因为闹鬼闹得太凶了，所以才一不留神让小姐跑了出来。哎，我看二位的装扮像是江湖能人，不知道会不会驱鬼啊？他们是坏人，我们快回去吧。他们是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快走，快回家。你们看，我们小姐又开始说胡话了。若二位能还我们沈家安宁的话，我们老爷一定会重金酬谢的。行啊，正愁没地方去呢，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哎，那请随我来。去，把天庭赏赐的天仙玉露也拿来，给太子妃解解渴。别叫我太子妃。我们的父王正在大殿商议婚事，早叫些时日又何妨？还是说你害羞了？父王教导我，龙族是天庭的前锋。练兵之道，不能有一日懈怠。我们东海的士兵都是由我亲自训练的，你们南海的士兵能接下已经不错了。赵兰，等我们成婚之后，我让他们都当你的亲卫。赵兰，你相信我，我会保护你一生一世，不会让你受半点伤害。谁让你保护？我自己不会打吗？太子殿下，属下为您炼丹的丹房被一只妖毁了，所有丹药无一幸免。属下已奋力一战，奈何此妖术奇诡，能纵水火。能纵水火？这妖长什么样？此妖皮相修得甚好，属下也没能看出原形。不过在打斗时，发现他腕上有一个似花似鱼的印记。于墨竟然还没死！传我命令，派出所有精锐，不惜一切代价追杀此妖。是。
我们家湘君与常人有所不同，为了让他不遭人白眼，我就把宅子设到这个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当初风水先生说此地阴气太重，易招邪祟，可当时我没有放在心上。现如今，唐天师，我看你年纪很轻，果真有办法对付恶鬼吗？晚辈是凌霄派弟子，自幼便修习诛邪之术，您请放心。啊，恕老夫有眼不识泰山呐！原来唐天师是赫赫有名的凌霄派啊！啊，唐天师，可曾婚配？啊，沈老爷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唐天师，您出身名门，又有一身的本事，您沉稳持重。如果不嫌弃的话，可否能娶我小女湘君为妻？我知道，是我们家湘君高攀您了，但是我们沈家有良田千顷，商铺数街，金银绸缎数不胜数。如果您肯答应的话，我可以把沈家的一切都给你。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我就有点意外，我本来以为今天上演的是降妖伏魔的戏码，没想到才子佳人的美事儿。我知道，是我太心急了。我是一只脚迈进棺材的人了，唯独放心不下的，就是湘君的归宿。这孩子八字轻，一招邪祟，寻常男人见了他，不是怕，就是讨厌他。只有唐天师您不但不怕他，您还有本事保护他。如果您答应这门婚事的话，哪怕是做妾也行，我这心也会安的。阿爹，沈老爷托孤托得这么认真，别推辞了吧，别人想要这种好事还求不得呢。啊！夫人不必试探我，我此生为你而已，绝不纳妾。你叫我什么？夫人啊。她是你夫人？私定终身，尚未禀明师门。私定终身？哎，这种话不可胡说的。夫人难道忘了，我下聘时曾送给你一个玉壶？记得。原来如此啊，是我们湘君没有福分呢。沈老爷，凌霄派出轨自有秘法，以小妖投食便可将之请走。只要出现宅中恶鬼，沈小姐便可以安然无恙。唐天师所言极是，这天色已晚，我让下人安排厢房，你们早点休息。驱鬼之事，咱们明日详谈。拿我挡桃花，还让我睡在地上，你不觉得你这么做有一点点的不妥吗？沈老爷只给安排了一间客房，确实不妥。大概是想试探一下我有没有说真话。我这个人呢，最怕着凉了。我一着凉就睡不好觉，就会起来梦游。我梦游很恐怖的哦，难道你不怕吗？你不梦游也很吓人。你确定要这么继续盯着我看吗？唐天师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世间本无鬼，所以你跟沈老爷说，如果遇到恶鬼的话，就投妖请走。这是随口一说的，对不对？唐天师，哎，再吵就是真的。
怎么回事？唐天师，唐天师，唐天师，醒醒，醒醒！你是谁？你怎么了？我会这样，全都是你害的。你欠我的，为什么不还给我？都是我害的。我欠你什么了？你要我还什么呀？欠了我半颗心，这是你害的，我要你还给我。心口好痛，如梦中一般。莫非是他对我施了妖法？傻了？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，是真的闹鬼了。你听。像是从西边传来的，好刺激！我们快出去看看吧。你胆子不大，好奇心倒不小。嗨，你我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吧，我虽然是谎话连篇，可是那句“成为天下第一换本大家”是千真万确的。为了此志，当然要多多经历，多多观察啦。走啦！哦，哎，你还愣着干嘛？外面有蠢货拿灵火骗人，快来！傻眼了吧你？敢暗算我们？既然对方用这么老套的招数引我们出去，那我们自然不能辜负这出好戏喽。你不是最喜欢打架吗？机会来了，打他，看他到底是谁！上！你不是一向最讨厌我们妖吗？你刚刚为什么要血肉之躯救我？大概是一时无良，想报救命之恩吧。你干嘛？你别误会啊，我只想看看有没有伤到你心脉。你们凡人不都靠这活着吗？我可赔不起。欠了我半颗心，我要你还给我！我要你还给我！哎，干嘛？别碰瓷啊！刚刚还好好的吗？不是？碰你个大头鬼！我没事，不用你管。
奇奇怪怪的，谁要管你啊？我是看你救我的份上才管你的，好吧？哎。走啊，看看去。小姨啊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呀。对不起。哎呀，先是这个神秘人设局埋伏，再是沈老爷埋花葬骨，这一夜到底演的哪一出啊？从娘娘墓到神府，这故事简直是越来越精彩了。唐天师，要不然咱俩打个赌吧，看谁先拨开云雾，怎么样？你想赌什么呢？拨开云雾啊！要是我赢了，你就放我走；那若是你输了呢？那就任凭你差遣呗。我不赌不也一样吗？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打赌嘛，是博一个好彩头。你想想，自古天下英雄，哪一个不是争强好胜？而且，你难道不想凭真正的实力赢过我吗？无聊。唉，本来想着你答应打赌，便把这个送给你。现在便宜你了。你是散花童子吗？上次给我的花瓣我都没有用。他呢，只是提前设下了阵法，才敢偷袭我，没什么实力，伤不到我的。那我就不给你了。拔都拔了，多存一片，留着下次用。奸诈小人！囚龙锁都用上了，敖轩，出来吧。没来啊？那可不好啊。囚龙锁，以血祭锁，天人难逃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给我上！东海龙族，不过如此。沈老爷，所以我们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来找您了。原来我爷爷离魂，并非闹鬼，而是梦游。所以沈老爷，您让我们捉的鬼就是您自己啊？想必是吧。后院花圃中的泥土十分的松软，
想来这梦游症不是第一次发作了。沈老爷如此犹豫，是不是想到别的什么了？哦，对了，沈老爷，花圃中所埋的尸骨是谁啊？什么也逃不过唐天师你的眼睛。家中隐秘之事，本不愿与别人言说。二位第一次来到我府，就撞破老夫的心结，想必也是一种缘分。花圃中埋葬的是我的亡妻小姨，她是朵西族人，尸骨而葬不设棺木，那是他们的习俗。朵西族尸骨而葬，怎么听上去这么耳熟啊？那你深夜葬花也是习俗的一部分？不，我梦游去见小姨，是因为我曾无意间见到湘君在偷偷害人，是我对不住小姨。哎，沈老爷，你家小姐不是脑子……她不是神志不清吗？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我亲眼见到湘君在枯井旁偷偷的害人，用妖术谋害人的性命啊！你怎知他使用的是妖术？朵西族人擅长使用妖术，我和小姨青梅竹马，多少也略知一二。可是小姨死得早，不可能教湘君这些，所以湘君一定是中了邪。唐天师，就算我求你了，若能还我原来的湘君，我死也瞑目了。这井倒是挺深的，不过里面什么都没有。哎，你相信沈老爷说的话吗？奇奇怪怪的沈小姐被邪魔附身了，怪不得他想让你娶她女儿呢，是想让你替她治病啊。沈老爷的发妻在沈小姐年幼时就已经去世了。花圃中所埋尸骨确实属于年轻妇人，而且有些年头。地上有东西。哎，那不是那个妓女侠吗？可就算她遇害了，这也才刚刚分别1日啊。1日之间化作枯骨，定是邪术所致。看来正应了沈老爷的说法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青子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，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萧瑟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
与君别后，一场我下转眼秋，山海无路万行舟，欲别还休，几时都不够。青藤微秀，烟火岸上有白首，一朝天涯傲红豆，去到人间尽修好时候，淡淡再开人厮守。